我是丽姐，在婚恋服务这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，见过的男男女女那可真是形形色色，各种相亲的场景都跟走马灯似的在我眼前晃过。这日子久了啊，我就发现身边的单身男女们各有各的烦恼事儿，就像一团乱麻，怎么理都理不清。特别是那些年纪稍大些的姑娘，她们往往怀揣着更高的期望，心里跟揣了个精密的天平似的，对未来的另一半有着一长串的要求。可现实呢，就像个爱开玩笑的调皮孩子，冷不丁的就跳出来，把他们那些美好的幻想砸得稀碎。这不，今天在我这婚介所里又碰上了个特别典型的例子，真让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姑娘小刘今年都38岁了，不过好在她个头有1.65米，模样虽说不上是那种让人一眼惊艳的大美女，可也中等偏上。收拾收拾，走在街上那也是有回头率的。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当经理呢，这些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顾子拼劲儿，我都佩服。为了在职场上站稳脚跟，闯出一片天地，她几乎把感情这档子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直到最近，公司里风云突变，传出要裁员的消息，她那个经理的职位也跟着摇摇欲坠，变得不确定起来。这一下子就像一记闷棍敲醒了她，她突然意识到，哎呀，自己都38岁了，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，就跟手里的沙子似的，攥都攥不住。焦虑感就像潮水一样，哗的一下涌上心头，把她给淹没了。思来想去，她决定走相亲这条路，想赶紧找个靠谱的男人，给自己的后半生寻个依靠。我干这行久了，心里门清，年龄对女性来说那可是个超级敏感的话题。年纪一大，择偶的标准往往就跟那吹气球似的，不知不觉就膨胀起来了。小刘这条件吧，客观来讲真不算差，可他一张嘴说出对男方的要求，我都差点惊掉下巴，高得离谱。我都忍不住在心里犯嘀咕，这姑娘到底是来相亲的，还是来选美？跳完美男神的呀！那天，小刘坐在我对面，眼神透着股倔强，跟我直言：丽姐，我就想找个像周杰伦那样的男人，成熟有魅力，还得能给我安稳的生活。我都这岁数了，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将就了，总得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负责吧。我一听这话，眉头忍不住就皱成了个川字，看着他苦口婆心的劝导：小刘啊，你听姐说，周杰伦那样的男人，那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，咱得面对现实。你看看你38岁了，要求这么高，你觉得真能如你所愿找到那个理想中的他吗？他呢，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，脖子一梗，理直气壮地回答：丽姐，如果他能找到合适的女人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我哪点比别人差了？我瞧着他那副模样，心里明白，这份自信背后其实藏着深深的焦虑。我也挺能理解他的，38岁了，好在他外貌保养得不错，身材也还维持得有模有样。走出去，别人顶多猜他30出头，可年龄这东西他就摆在那儿，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坎儿。再加上他对男人的要求，简直就是照着完美的模子刻出来的，高标准严要求。好多男人一听这条件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打退堂鼓了，连面都不愿意见。我琢磨着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得帮他一把。于是，我翻遍了手里的资源，精心安排了一场相亲，给他找了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，想着先让他们见见，尽量避免一开始就起冲突，也让小刘能冷静冷静，看看现实中的男人到底啥样。这次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是小赵，小伙子29岁，正是青春好年华，个头高高的，有1.80米，长得那叫一个精神，剑眉星目，五官端正，走在路上，不少小姑娘都偷偷侧目。工作也稳定，是个医生，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，多体面啊。家境也还不错，父母都是本分人，有房有车，没什么经济负担。按理说，这条件不管搁谁眼里，那都足够亮眼，足够符合小刘的要求了。可谁知道呢？见面后的场景却让我这个久经沙场的红娘都直接傻眼了。小赵早早的就到了相亲地点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整个人显得更加帅气。看到小刘来了，他立马站起身，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礼貌的打招呼：你好，我是小赵。
今天相亲认识一下，那语气温和又透着股真诚。小刘呢，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微微点了点头，不冷不热的回了句：“你好。”我在一旁悄悄观察着他们的互动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就感觉这气氛有点僵，跟我预想的热络完全不一样。小赵这外貌条件虽说不是那种顶级大帅哥，但也绝对算得上是优质青年了。可小刘的眼神里愣是一点满意的意思都没有，他的目光在小赵脸上短暂停留，就像扫描仪似的，迅速地扫视了一遍，我都能感觉到他在心里给小赵打分呢。你身高倒是不矮，条件看着也还行，工资怎么样啊？小刘还是那副淡淡的口吻，开门见山的就抛出了这个敏感问题。小赵倒也实在，没藏着掖着，挠挠头笑着回答：收入挺稳定的，不算特别高，但在咱们这城市，养活自己过个小日子还是没问题的，也能维持不错的生活品质。小刘一听，嘴角微微下撇，紧接着就追问：那能养得起我吗？我可不想跟你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抠抠搜搜，啥都不敢买。小赵明显没料到他会这么直白，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不过还是耐心的解释：养得起，肯定行，我工作稳定，以后还有上升空间，这点你放心。那就好，小刘像是松了口气。可还没等小赵缓过神来，他又开始挑剔上了，眼睛盯着小赵的衣服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不过我觉得你这件衣服有点老气，平时都不注意打扮吗？男人出门在外，形象也很重要的，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吧？小赵这下更尴尬了，手不自觉地拽了拽衣角，干笑两声：我平时太忙了，医院里事儿多，真不太注重穿着，习惯成自然了，以后注意就是。小刘的眉头挑得更高了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：以后要跟我在一起可不能这样，你得改改，至少得保持个良好的形象，别让人看着不舒服。我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突然冒出个想法：这姑娘对别人要求高，是不是对自己也过于苛刻了？可小赵接下来的回应让场面变得更加尴尬，就像火上浇油似的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像是在斟酌用词，然后抬起头看着小刘，语气有些坚决地说：你说的这些我确实可以努力做到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38岁了，你的要求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了？小刘像是被人当头一棒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紧接着他脸上的表情就像6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先是一阵白，然后迅速泛起红晕，有点生气的反驳：什么叫不切实际？我想找个合心意的，要求好一点，这有错吗？这是我的标准，我凭什么不能有？小赵也不退缩，迎着他的目光认真地说：你38岁了，能找到一个真心愿意和你结婚的人已经不容易了。我不是说你不好，你各方面条件也不错，可男人选对象也有自己的考量啊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满足你这一长串的要求。要是你还这么挑三拣四，到最后可能连个合适的都碰不上。这一下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，空气里都好像弥漫着火药味。我瞧着小刘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嘴唇都有点微微颤抖，赶紧插话打圆场：小赵啊，你说话也别太直接了，伤人。小刘是有点要求高，可他也是想找个靠谱的伴儿，你多担待点儿。可小赵这人走起来也是十头牛都拉不住，他压根儿没听我的劝，接着又说：丽姐，你干这行久了，也知道现如今的女人大多对男人要求越来越高，可我觉得首先得掂量掂量自己，看看是不是配得上这些要求。38岁了，能找个差不多的男人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该知足了，别太贪心，不然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一股火蹭的就冒起来了。这小赵说话也太直了，哪能这么戳人心窝子呢？可我又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这些话虽然难听，可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。我转过头看了看小刘，只见他的眼眶已经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，整个人像只受伤的小鹿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他的嘴唇颤抖得更厉害了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：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年纪大就不配有更好的选择了是吗？小赵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的太过火了，脸上闪过一丝懊悔，可他还是硬着头皮：
不肯服软，我只是说，如果你的标准一直这么高，不懂得变通，可能会错失一些本来挺合适的人选。你想想，你年龄摆在这儿了，时间可不等人啊，机会错过一个少一个。听到这话，我这个红娘心里那叫一个复杂啊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，啥滋味都有。虽说小赵这些话听着扎耳朵，可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。大龄女性相亲常常是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，伴随着超高的要求，还有那如影随形的焦虑。尤其是到了38岁这个年纪，单身女人的选择比起那些20出头、满脸胶原蛋白的小姑娘，那可真是少得可怜。而男人们呢，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也越来越现实，他们会综合考虑年龄、生育能力、家庭负担等诸多因素。小刘坐在那儿，眼泪终于忍不住，簌簌地落了下来，像是断了线的珠子。小刘坐在那儿，眼泪终于忍不住，簌簌地落了下来，像是断了线的珠子。他的肩膀微微颤抖，看得出来心里难受极了。我知道我已经不年轻了，他抽噎着说，可我不想将就，我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。我觉得我值得更好的，有错吗？我看着他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轻声说，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。这没错，可生活里的好多事儿，不是你想要就能立马得到的。有时候你得学会放下一些东西，舍掉一些不必要的执念，说不定才能真正抓住你想要的幸福。我知道，我这话对他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，既残酷又现实。但或许这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一剂清醒剂，也许只有在这条充满坎坷的相亲路上摔几个跟头，碰几次壁，他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适合自己的，什么才是值得自己用后半辈子去守护的。相亲的路漫长又艰辛，充满了未知和变数，可我打心眼里希望每一个像小刘这样敢于追求幸福的人，都能在这一路的磕磕绊绊中找到那个与自己灵魂契合、携手一生的对的人。哪怕过程苦涩，只要结局是甜的，一切就都值得了。在这之后，小刘消沉了好一阵子，我时不时地给他打电话，关心关心他的近况，跟他唠唠嗑，劝他别太钻牛角尖。慢慢的，他也开始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标准定得那么死。他开始愿意去接触一些年龄条件稍微有些差距的男人，不再一见面就挑刺儿。有一回，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个男人，叫老王，35岁，自己开了家小公司，虽说规模不大，但生意做得挺稳当，人也踏实勤奋。老王知道小刘的情况后，没有丝毫嫌弃，反而很欣赏他在职场上打拼的那股劲儿。见面的时候，老王特意选了一家温馨的咖啡店，还提前到了，精心给小刘准备了一束鲜花。小刘看到鲜花的时候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眼眶却又有点泛红。这次见面，两人聊得很愉快，没有了之前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。小刘不再一开口就问收入、房子这些物质条件，而是跟老王分享了自己工作中的趣事，老王也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插上几句幽默的话，逗得小刘哈哈大笑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心里满是欣慰，就像看着自己精心呵护的幼苗终于开始茁壮成长。也许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吧。小刘终于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，懂得放下一些执念，用一颗更包容的心去接纳别人，也接纳自己的年龄和现状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刘和老王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。他们一起去看电影，手牵着手漫步在公园，一起品尝各种美食，享受着恋爱的甜蜜。小刘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那种焦虑和迷茫渐渐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幸福和满足。看着小刘的变化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爱情有时候来得晚一些，但只要不放弃，愿意去调整、去适应，终究还是会降临的。我也希望所有在相亲路上迷茫的大龄女性，都能从小刘的故事中汲取一些力量，勇敢地面对现实，放下过高的期望，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因为幸福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追求它的人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刘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说老王向他求婚了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电话里，他的声音充满了喜悦和幸福，我仿佛都能看到他脸上那灿烂的笑容。挂了电话，我眼眶也有点湿润了，为他感到开心，也为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感到自豪。在小刘的婚礼上，看着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美得像个公主，挽着老王的胳膊，满脸幸福地走向未来。我知道，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，而我也会在这条婚恋服务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，帮助更多像小刘这样的人，点亮他们的爱情灯塔，找到回家的路。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爱与被爱的幸福，无论年龄多大，无论路途多远。